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在去年也可能是前年，我做过一期关于山羊为何能站立，看起来为何如此恐怖如斯的视频。其中我详细介绍了一下各种动物不同的走路方式。那且由于制作不够精良，再加上字体版权的因素，记了。今天呢，咱们来旧梦重提，来把这个关于动物行走方式的相关知识来说道哈。经典相声《羊上树》里曾提到过，为什么羊能神奇的出现在树上呢？相声里给出的答案是人给它抱上去的。其实不然，寒羊不好说，山羊的攀爬能力只能说是竖直拉满，那是相当的厉害。而且山羊不仅善于攀爬呀，直立行走、倒立行走都不成问题。咱有图有真相哈。除此之外，前2年在网上还一直流传着一段比较神秘的都市传说性质的视频，就是这段。哎呀，我星露谷效应犯了。有些人说这是神秘生物山羊人，有些人说这是魔鬼。大家不用害怕哈，其实这只是普通的山羊正常的行为而已。它并没有着魔。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释然的，因为这有一股走进科学的即视感。网络上的视频制作者们为了多点播放量，故弄玄虚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不必在意。然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好似一个灯泡出现在了我的头顶一般，我突然发现不对劲儿呀！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山羊明明是一种4足行走的动物，它长着4个蹄子，站着走，说良心话有点违和。那么它为什么能站立行走呢？而且走得还那么稳当，还能倒着走？从山羊开始，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对一些平时没有去探究的事情产生了疑问。牛能直立行走吗？马能直立行走吗？猪能直立行走吗？鸟能直立行走？鸟好像能，但是其他几个平时还是4个腿走的居多。假如它们能直立行走的话，是为何而能？不能的话，又为何不能呢？这个问题咱得从动物的几种行走方式来细细谈起。说到行走啊，我们今天只谈陆生哺乳动物的行走方式，因为像头足纲和节肢动物那种行走过于抽象的不好说。陆生哺乳动物的行走方式主要分为3种，分别是指行、直行和蹄行。用我们人类的身体构造来类比，大致相当于指行是穿着高跟鞋走路，直行是正常的走路，而蹄行是踮着脚尖走芭蕾舞步。指行顾名思义啊，使用脚趾头着地，而脚跟或脚腕不接触地面的行走方式。这种行走方式一般能更快速、更安静的移动。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虎豹狼、猎狗等这一类掠食者，普遍是指行，它们需要极高的灵活性和快速的追捕速度，以及在偷袭猎物的时候保持安静。指行动物具有相对较长的腕骨和腹骨，因此与人类脚踝相对应的骨骼在4肢中的位置比人类高得多。在指行动物中，这有效地延长了足部，以至于人们通常认为的指行动物的手和脚仅对应于人类的手指或脚趾。值得一提的是，大象比较特殊，属于一种半指行动物。通过研究象的4肢末端骨骼排列，这呈现出指行性的特点。但是象的4足不同于其他指行动物，因为其内部较粗，且有缓冲组织，这又体现出了直行的稳定性，仿佛踩了一个究极缓震水台，给人一种软绵绵的舒适感。接下来我们说说直行，直有脚掌和踩踏的意思，所以直行也叫掌行。在行走时，腹股、指骨和趾骨均着地，是哺乳动物中最原始的行走方式。直行动物的足具有最大的表面积，这使直行动物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和承重能力。但同样的，由于在接触地面的这一部分拥有比其他行走方式更多和更复杂的骨骼，这使得快速移动变得很困难，所以速度往往不如另外2种。我们常见的善于站立的动物，比如说袋鼠、黄鼠狼、水獭、熊以及灵长目，包括我们人类在内，都是直行动物。之前讲熊为什么恐怖那期视频里，我们说到比起虎和鳄鱼熊给人的感觉更恐怖，是因为它的体态更像人。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也是直行性动物。最后是蹄行动物，这是哺乳动物中的一些老登，前指和后指的指骨延长，仅用指端的蹄儿着地行走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用指尖着地的动物。蹄儿是一些哺乳动物4肢前端的角质器官，相当于我们的指甲。蹄行的最大优势是极强的爆发力和速度，缺点是缺乏稳定性，所以我们常见的有蹄动物基本是4肢着地的形象。那么问题出现了哈，山羊是一个典型的有蹄类动物，为何它能双脚站立行走，而且看起来那么自然呢？更有的深入分析，具体原因仍然在于羊蹄的构造。其实除了站立山羊还有一个很强悍的能力，就是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山羊是偶蹄目动物，脚上用来贴地行走的脚趾有2个，中间的软底儿有褶皱，周围是较硬的角质边缘。当它们在陡峭的岩石地形上行走的时候，岩中的不规则部分会向上推出较软的中间部位，然后被周围的硬化角质层所困住，使得蹄子十分稳定，几乎不可能滑动。当蹄子被锁定到位以后，山羊脚底的褶皱能提供牵引力，使山羊能够移动，而在山间移动不同于在平地移动。
那些草原和树林中生活的有蹄类动物往往体型更大，也就像某些竞技体育中的重量级选手，吨位大，力量强，但是他们做一些倒立、后空翻之类的动作应该比较困难。而山羊这样适应了悬崖峭壁的动物，保持着相对较小体型的同时，有着极强的四肢力量，这有助于他们在陡峭山崖的行进过程中做那些幅度夸张的类似体操的动作。这也是为何他们能够仅凭任意2只脚就能站立，而且走起路来还比较平稳。和它同样是偶蹄目的牛，其实也有双脚站立的瞬间，比如说交配的时候，但是这只能是一哆嗦，比起站立，更像是前半部分一使劲做这个俯卧撑弹起来了，并不能长时间保持。这和他们巨大的体重以及适应了平地移动的体态结构有关。鹿也难以长时间站立，理由与牛相似，长颈鹿这种重量级选手应该是确实站不起来了，毕竟身高体重太大，从趴着到起身这个过程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双脚站立呢？猪和河马比较特殊，虽然也是偶蹄目，但最近有观点认为它们比起蹄形更偏向于半指形，因为它们的脚部有着比较厚的缓冲结构，与大象类似。而鸡蹄目的马虽然在影视剧和马戏团表演中会有前腿抬起、双脚站立的场景，但这个时间十分短暂而且勉强。马每只脚只有1个脚趾，虽然有科学家指出它们的脚部有残留退化的脚趾，但那不重要哈，因为能够用来参与行动的只有1个。马的脚底较硬的角质部分多且较为突出，我们观察马的脚印，就会发现马蹄的中心部分几乎不会触碰到地面，这使得马蹄与地面接触面积更小，奔跑速度更快，但和羊蹄相比缺少摩擦力。我们看到那些马站在那里不用跑，走2步都是那么优美，这正是四肢极度协调的结果。同样也使它们和其他行走方式更不契合。那鸡蹄目的犀牛呢？当老犀会双脚站立的那一天，相信古拉顿也学会了飞翔。关于山羊站立的问题，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点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